雷达在现代战争中被视为千里眼和顺风耳，是空中打击和防空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没有雷达的支持，无论是精确打击还是防空拦截，几乎都无法实现。所以，在空军的训练中，摧毁敌方雷达系统往往是一个关键目标。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各国空军通常会派出隐身超音速战机，穿越密集的防空网，发射反辐射导弹，摧毁敌方雷达。听起来很酷，但这一战术并非总是那么稳妥。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空中作战基本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而地面部队几乎无能为力。电影里那些打击飞机的场面显然是虚构的，但进入二战后，雷达的出现使得防空方能够提前探测到敌机，并展开反击，这让空中战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冷战，美苏两大阵营开始研发专门针对雷达的导弹，例如台湾的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这些导弹提升了空军在空中的战斗力。然而，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各国空军逐渐发现一个问题：敌方雷达在关键时刻常常会关闭，令反辐射导弹失去目标。因为这些导弹是通过捕捉敌方雷达发出的电磁波来锁定目标，一旦雷达关闭，导弹就无法继续跟踪，最终变成了一个方向不明的普通导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空军开始采取更加灵活的战术，敌方雷达战不再是静止的目标，反而会频繁开关雷达或在不同位置之间移动，这使得反辐射导弹难以精准命中。为了应对这些情况，单靠一枚反辐射导弹显然不够，必须通过多枚导弹同时攻击敌方雷达，或采取密集打击，确保摧毁目标。以 AGM-88哈姆为例，虽然1998年加入了 Axis 制导系统，命中精度提高至30米，但对于移动中的雷达车来说，这个精度可能并不足以确保命中，所以单发导弹的效果常常不尽人意，需要通过多次打击来实现有效摧毁。为了在关键时刻精准打击敌方雷达，美军通常会采用一种大范围压制战术，向目标区域发射大量的航母导弹，从而形成广泛的覆盖区，以应对敌方雷达可能的移动。这个方法在多国联合行动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这种战术的成本非常高。以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为例，最便宜的型号单枚就要28.4万美元，而新型的 AGM-88E 高达99.4万美元。如果想用最便宜的型号发射100枚导弹摧毁一个雷达，那么成本将达到3000万美元。更高档的导弹成本甚至可能接近1亿美元。想象一下，这么多钱是不是直接可以用来从天上撒钞票，甚至能摧毁敌方雷达呢？然而，代价高昂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即使投入这么多资源，也不一定能摧毁敌方雷达。举个例子，北约曾对南联盟的一个雷达目标发射了约100枚 AGM-88导弹，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当雷达被锁定后，操作员迅速将雷达移动到其他地方，结果所有的导弹都飞向了原本的目标地点，而未能击中目标。幸运的是，最后一枚英国的阿拉姆导弹成功摧毁了这个雷达。阿拉姆导弹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比 AGM-88更先进，而是因为它内置了一个小降落伞。当敌方雷达关机时，阿拉姆会悬浮在空中，等待雷达重新开启。一旦雷达开机，阿拉姆便能快速锁定并打击目标。不过，这种方式也存在局限性。如果敌方雷达关闭的时间太长，阿拉姆导弹就会失去目标，最终坠落并变成废弹。而且，在它悬停等待期间，也容易被敌方防空火力击落。由此可见，反辐射导弹与雷达之间的捉迷藏游戏，从反辐射导弹诞生起就没有停歇过。而雷达技术也在不断演变，以适应这一变化。随着这种拉锯战的不断发展，各国军队开始采用新的战术。雷达系统被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便宜的预警雷达，它们不具备锁定目标的能力，仅用于侦察，哪怕被摧毁了，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因此，这种雷达广泛用于早期预警。另一种则是价格昂贵的引导雷达，它们具备目标锁定能力，在战斗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保护这些高价值的引导雷达，通常的做法是让预警雷达持续运行，
而引导雷达则保持静默，只在需要引导导弹或锁定目标时才开启。通过这种方式，虽然预警雷达更容易被摧毁，但引导雷达的存活几率大大提高，从而增加了敌方摧毁引导雷达的难度。为了更有效地突破敌方防空系统，美军一直在不断升级其反辐射导弹。2005年，美国与意大利国防部联合开发了 AGM-88E， 也被称为增程版的2.22米 M 型。这是为了应对敌方雷达频繁关机而导致的导弹失效问题，并能够在众多预警雷达中精准定位引导雷达的位置。AGM-88系列的进化始于1986年，当时该导弹首次在美国空袭利比亚时投入实战，并由第131舰载战机中队的 EA-6B 型电子攻击机搭载。到了1991年，AGM-88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大显身手，成功摧毁了大量伊拉克防空设施，声名鹊起。此后 ，AGM-88 又推出了多个版本，包括 AGM-88B、AGM-88C 和第4个版本。2012年 ，AGM-88E 进入了作战测试和评估阶段，2013年开始正式量产，并于2014年9月开始装备美军 FA-18大黄蜂战机。2015年 ，AGM-88E 在一次全球实弹测试中，成功打击了一艘正在高速行驶且关闭雷达的目标船舶，首次展示了其反辐射巡航能力、毫米波雷达、探测识别和定位技术以及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继续使用 ARM 来指代 AGM-88E 导弹。ARM 装备了包括毫米波终端引导头、反辐射寻源接收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惯性导航系统在内的多传感器系统。这些先进的制导技术，使得 ARM 在导弹发射后能够有效解决敌方雷达关闭时反辐射导弹失去跟踪能力的问题。即使雷达信号消失， ARM 仍能通过卫星成像、毫米波雷达和其他手段精准锁定目标。此外， ARM 还配备了双向数据链和数字地形技术，并结合了惯性制导、GPS 卫星制导、有源毫米波雷达制导和宽频带无源雷达制导等多种制导方式，确保了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导弹能够可靠地打击目标。另外， ARM 还配备了嵌入式综合广播系统接收器，能够实时接收战术情报，提供战场态势感知并进行2次来源确认。更重要的是， ARM 能够实时传回打击效果评估报告，通知发射员是否命中目标，是否需要进行第2次发射。这种反馈机制能够有效避免重复攻击，减少弹药浪费。值得一提的是， ARM 配备了新型高能预制破片战斗部，使其不仅能打击防空雷达等目标，还能用于攻击地面车辆、海面舰艇等多种目标。这使得 ARM 成为美军空军目前最重要的反雷达武器之一，具有极强的多用途打击能力。奥米尔2型反辐射导弹的开发是为了应对现代防空系统带来的新挑战。该导弹全长417厘米，直径25.4厘米，翼展112厘米，重361公斤，射程超过220公里，最高速度可达3马赫。它的主要发射方式为空射，可以由 F-16、FA-18、A-18G 等多种战机搭载使用。然而，随着 S-400 等先进防空导弹系统的出现，美国海军发现现有的 AGM-88E 反辐射导弹存在局限性。AGM-88E 的射程为140公里，而 S-400 的防空范围可达到600公里。这意味着，装备 AGM-88E 的战机必须进入敌方防空圈内，才能发射导弹，极大增加了飞行员的风险。此外，由于 AGM-88E 较大， F-35C 隐身战机无法将其装载进内置弹舱，只能选择外挂，这也影响了战机的隐身性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投资了3.2亿美元，开始研发奥米尔2型反辐射导弹。截至2021年，奥米尔2型已经成功完成了5次实弹发射测试，并进入了首批低速生产阶段，预计在2024年第3季度将开始全面生产。未来，美国海军的 FA-18E 战斗机、F-35C 隐身战机以及部分无人机将装备这款导弹。奥米尔2型的研发由诺格公司主导。2023年初，摄影师 Rick Kay 捕捉到了一架装备了奥米尔2型导弹的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机的照片。这架战机隶属于第331空中测试和评估中队，并配备了实战弹头。奥米尔2型的机身后部带有红绿相间的商业标志，表明其尚未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奥米尔2型的设计主要针对敌方防空系统，尤其是雷达设备，并具备广泛的发射平台适应性。它不仅可以通过战机发射，还可以通过陆基、海基集装箱以及 M142远程多管火箭炮等平台发射，提升了使用的灵活性。奥米尔2型配备了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最高速度可达到3马赫，射程大幅提升至220公里以上。与 AGM-881 不同，奥米尔2型还具备了隐身突防能力，大大降低了被敌方雷达探测的风险，同时提高了成功打击的概率。如果美国海军将其装备在舰艇上，将能更加轻松地突破敌方舰艇的防御网。此外，奥米尔2型继承了 ARM 导弹的弹头和制导系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设计，改进了推进系统，使其具备了更高的速度和更远的射程，同时能够整合进 F-35C 的内置弹舱，保持战机的隐身能力。在2023年2月，美国海军通过陆基发射器和 P-8海神飞机进行了奥米尔2型的发射测试，并在2023年5月成功完成了在鹿谷角海域的第4次和第5次飞行测试。这些测试的成功引起了国际关注。波兰国防部宣布将奥米尔2型列入新财年的国防预算。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装备了 F-35的国家也表示了强烈的采购兴趣。这一系列发展表明，未来雷达系统可能会面临更多挑战，迫使他们不断更新升级，以应对更加高效的反辐射导弹威胁。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